前段时间，媒体晒出了一则视频，称谢贤和郑少秋携手亮相，一同为好友胡枫的新店站台剪彩，引起了不少人围观。从画面来看，当天胡枫的店铺开业典礼阵仗非常大，不仅有大咖助阵，现场还来了许多媒体和粉丝，闪光灯此起彼伏，欢呼声一片。作为大老板，胡枫站在 C 位，穿着体面，脸上一直洋溢着笑容。谢贤站在他的左手边，许久不见，他模样又消瘦了很多，脸颊凹陷明显，身形也单薄了一些，一双腿比起身边的人似乎瘦了好几圈。不过他依旧留着大佬的发型，全程戴着墨镜，穿着一身黑，精神气非常好。不过毕竟年纪摆在这里，谢贤有些弓腰驼背，看起来身高缩水了一些。胡枫的另一边站着不老男神郑少秋，如今76岁的他丝毫不见老，打扮尽显绅士风。他帅气的脸庞上架着一个金丝边眼镜，透露着儒雅之感，皮肤状态好到不行。胡枫此次也非常感激两位好友前来助阵，一行人拍照时勾肩搭背，喜笑颜开，现场气氛欢快不已。虽然被无端造谣，但一向好脾气的他没有生气，而是调皮地问记者：“你信不信啊？”他表示那一天他在后台压根没见到罗兰，但不要紧，也算开心事。他还透露演唱会结束后，他跟罗兰姐又合作拍电视剧了，就当作是为剧集做宣传吧。老戏骨胡枫可谓是 TVB 活化石一般的存在，现年90岁的他入行已经有60多年，在光怪陆离的娱乐圈里，他洁身自好，与初恋在一起从未有过绯闻。他乐善好施，对晚辈亲切和蔼，张学友、黎明、林忆莲等都认他是干爹。他认下的干儿子干女儿有10几位，是真正受人尊敬的娱乐圈前辈。在香港演艺圈里，胡枫就像是定海神针般的存在。他入行近70年，从粤语片小生演到港剧金牌绿叶，当了20几年的爸爸专业户和爷爷专业户。他很早就说过自己永不言休，绝对是越工作越年轻的典范。为什么大家都把胡枫叫修哥？因为他原名胡继修，胡枫这一艺名是他入行后由老板取的，寓意像枫叶一样在演艺圈长红。胡枫的人生原本跟演艺圈没有太多交集，他出生在广州的一个古董世家，父母期待他继承家业，他却在21岁那年偷偷报考大成影片公司，成了一名演员，而且第一部影片就当上男主角。他与当时的花旦王芳艳芬搭档主演《男人心》，一炮而红。胡枫出道的第1年，就有报纸形容他身形适中，眉目清秀，姿态活泼，谈吐温文，具备时代英俊小生所应有的质素。但这位英俊小生从小就有一颗喜剧人的灵魂，甚至一不小心让自己落下口吃的毛病。小时候的胡枫经常跟家中兄弟姐妹一起玩闹演戏，他喜欢扮演丑角朱朴全，没想到太入戏，口吃改不掉了。直到现在，胡枫平时说话仍然不太流畅，但神奇的是，只要一开机说对白，他的口吃就会消失。虽然早年拍了不少文艺片，但胡枫影响最深远的一部作品却是喜剧。1960年上映的《难兄难弟》，这部粤语片够市井，够好笑，对后来的香港影视人影响颇深。此后数十年来，出现了多部以难兄难弟为蓝本的影视作品。对胡枫而言，年龄从来不是障碍。胡枫已经老了很多年，但他又似乎从来没有老去，仍然保持着比后辈更年轻的心境。至于在红馆开演唱会的传统，则是从胡枫70岁那年开始的。当时恰逢他70岁大寿，有朋友提议他可以开个演唱会当作纪念，由好友沈殿霞牵线。胡枫在2002年举办了人生第1场红馆演唱会，丰寿人生70年演唱会。10年后，80岁的胡枫再次登上红馆，举行丰休80巨星演唱会2012。此后在86岁、89岁时，他都在红馆开唱。2022年，胡枫依旧打算举行演唱会，但由于一些特殊原因，他不得不进行延期。但胡枫仍然开朗地向观众许诺，希望大家保留门票，他会尽快在红馆再次跟大家见面。除了昵称修哥和修修，胡枫还有另一个外号舞王修，因为他跳舞真的很不错。事实上，胡枫并没有专业学过跳舞，但他是真的很爱跳。年轻时，他看报纸的舞蹈专栏，
听广播的舞蹈教程学跳舞，慢慢的自学了踢踏舞、桑巴、伦巴、牛仔舞等各个舞种，一不小心就成了派对中的舞王。胡枫与妻子吕永和就在一次圣诞派对上相遇，并一见钟情。只一次，他就认定了这个女孩，他对吕永和开始展开追求，吕永和竟然也对他一见钟情。之后，他们见过父母，商议结婚的事情。中途，吕永和的父母见胡枫要加入演艺圈，他们开始反对女儿和他在一起。娱乐圈里是非多，女儿一定会吃苦头。吕永和则对胡枫有信心，并且非常支持胡枫。吕永和对父母说，他相信胡枫不会变心。胡枫入行后，事业走得非常顺利，公司给他打造的是小生形象，为了保证人气，叮嘱他最好不要谈恋爱，如果有也要保密，发展地下情最主要的是，就算感情到了，想要结婚也要秘密进行。胡枫心中忐忑，他觉得这样对吕永和很不公平。他犹豫了很久，还是把这件事告诉了吕永和。如果胡枫想要继续工作，只能把二人之间的事情保密，可是这样很对不起吕永和。吕永和抱一抱胡枫，微微一笑，让胡枫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他永远站在胡枫的身后。面对如此通情达理的吕永和，胡枫心里感激得不能自己。他知道这么做会让吕永和受到很多委屈，他只有加倍对他好，才能稍稍弥补。后来胡枫想了一个办法，他不能明目张胆地秀恩爱，那就暗搓搓得来。吕永和除了在家里照顾孩子，还兼任他的服装指导。胡枫把自己的服装搭配全权交给吕永和。吕永和眼光很好，他不重视名牌，更加看重款式是否大方得体。看着胡枫在电视上穿着自己为他挑选的衣服，吕永和心中的甜蜜感满满当当。他们在1957年步入婚姻的殿堂，都说初恋是美丽而难忘的。太太吕永和正是胡枫的初恋，他们携手走过半个世纪，是娱乐圈夫妻的楷模。在娱乐圈工作多年，胡枫与无数女星合作过，但一直洁身自好，没有绯闻传出，可以说是女性绝缘体。可惜2016年吕永和不幸病逝，胡枫心如刀割。他说原本以为彼此可以在黄昏路上多走一会儿，没想到面对太太去世，胡枫一度悲痛，亲戚朋友打来电话关心，他只说好，好，其余一句话也不愿意多说。他无法接受现实，心痛到无以复加，不能言说。太太病情还没有加重时，胡枫正在参加《义乌老友记》去旅行的节目。此时胡枫儿孙满堂，他的生活让所有人都羡慕。当时他正要随节目组到台湾取景拍摄，接到电话，医生说太太在医院情况不太好。胡枫立马着急了，他心里担心，如果没有他在，太太会很无助，很恐慌。他更加害怕错过在太太身边的时光，他一想到以后的日子如果没有太太在，他一个人该怎么办呢？胡枫主动向节目中请辞，立即赶往医院。节目组体谅他的特殊情况，更是被他对吕永和的深情所打动。吕永和最后一次陪丈夫现身是在老友的演唱会上。那天在媒体的照片中，他看起来精神不错，不知听到哪一句歌词，或许让他们想到什么甜蜜的瞬间。他和胡枫两个人相视一笑，这一刻被永远定格。作为著名的爱妻人士，吕永和的去世让胡枫深受打击。他每日对着妻子的照片，仿佛一切还没有发生，只有深夜独自一人时，悲从中来，伤心欲绝。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年末，胡枫与83岁老拍档罗兰穿上婚纱礼服，带领100对老夫妇宣誓吉普行婚礼。胡枫本来在台上表现活泼，却被罗兰的一席话搞到要强忍眼泪。罗兰当时分享了胡枫与其太太的幸福时刻。罗兰分享时，胡枫一直咬唇忍泪，访问前更急速用纸巾抹走眼泪。说起来，胡枫与罗兰也是多年的好友，两人都是50、60年代出道的艺人，从影超过半个世纪。时于微时的他们，感情亲如兄妹。这几年，两人不仅多次演情侣，而且经常一起参加聚会、派对，称得上形影不离了，关系好到让人羡慕，以至于传出绯闻。这也让胡枫和罗兰哭笑不得。经历过悲欢离合的胡枫，到如今这个岁数已经看开了很多事情，生老病死是常态，而他只想安稳幸福地过完每一天。
之前，老戏骨楼南光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发了一段视频，公开祝福干爸胡枫向罗兰求婚。曝光的画面中，楼南光穿着黑色 T 恤出镜，脸上戴着圆框眼镜，打扮休闲。他的眼袋非常明显，似乎睡得不太够。他对着镜头说道：“大家好，我是楼南光。早上刷手机时看到我的干爸胡枫向罗兰求婚。90岁老大爷跟88岁奶奶走到一起，一个云英未嫁，一个单身终身没有绯闻的好男人，老来互相照顾生活，绝对是大喜事。他祝愿老爷子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幸福快乐，恭喜恭喜。”最后，他的另一半也出现了，并做动作送祝福。网友们看了楼南光的视频后，纷纷留言祝福胡枫和罗兰。然而，也有网友对消息的真实性提起质疑，称应该不是真的。前几天两老只是一起开演唱会。还有网友表示，求婚新闻是营销号造谣的。胡枫原名胡继修，之所以会叫做胡枫，是因为枫树一年四季都是红色，故取枫树的枫字为艺名，寓意是可在娱乐圈长红的意思。下面就为大家介绍胡枫的故事。胡枫小时候生活在广州和香港两地，他从小就对表演有着浓厚的兴趣，然而他的家人却一直都看不起演戏这项职业。1953年，21岁的胡枫背着家人偷偷报考大成电影公司，结果被选上了。从此胡枫便开展了他的演艺人生。同年还主演了他人生当中的首部电影《男人心》，与他搭档的更是当年大名鼎鼎的花旦王方艳芬。刚出道的胡枫便成为了大成电影公司的力捧新人，与他搭档的基本上都是当时的巨星。除了花旦王方艳芬之外，与他合作的包括任剑辉、白雪仙、郑碧颖、新马师曾、杨醒波等等，当时都可以称得上为超级巨星。而当时只有10几岁的少年李小龙也曾与胡枫多次过合作。1956年，李小龙还是个不知名的小演员，在电影《炸颠那夫》里，虽然他们是共同参演，但胡枫却是主演。按资历来说，胡枫就是李小龙的前辈了。不过，后来李小龙凭借满身的武功红遍了全世界，而胡枫依旧是在演艺的道路上兢兢业业的工作，不管多大的角色他都演，而且用心去演好。正因有如此专业的精神，在长达几十年的演艺生涯当中，胡枫演绎了太多的经典影视角色，塑造了多种不同的人物性格，成了有名的老戏骨。有时候他是慈祥的父亲，有时候他是可敬的师傅，有时候他是好心的邻居，有时候他是善良的警长，甚至有时候他是一位门卫大爷。但不管演什么角色，胡枫都不会挑剔。在60年代初，随着电懋、邵氏等南洋背景的电影公司的全面崛起，以国语演员为班底的长城电影和以粤剧演员为班底的大成电影都相继没落，胡枫在演艺圈的地位也大不如前。之后胡枫便以饰演配角为主。1964年之后，胡枫在电影方面出现了明显的减产。到了70年代中期，胡枫加盟立的电视，从此他便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了荧幕上。到了80年代后期，胡枫转投 TVB。胡枫在20世纪80年代加入 TVB， 当时他已经50多岁，一转眼30多年又过去了。他从爸爸专业户演到爷爷专业户，至今仍然奋战在幕前。直到2021年为止，他依旧自己开车到电视城上班，每年都有1到2部剧集跟观众见面。同年代的伙伴大多已经息影，但胡枫不愿退休。在他看来，工作让他保持年轻。很多朋友到了退休年龄，大半生为了工作奔波劳碌，要退休享受人生。可是一退下来，健康往往江河日下，身体越来越差，结果什么都做不了。所以我不会退休，还打算多做一些有趣的工作，认识更多新朋友。对胡枫而言，年龄从来不是障碍。胡枫已经老了很多年，但他又似乎从来没有老去，仍然保持着比后辈更年轻的心境。至于在红馆开演唱会的传统，则是从胡枫70岁那年开始的。当时恰逢他70岁大寿，有朋友提议他可以开个演唱会当做纪念，由好友沈殿霞牵线，
胡枫在2002年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红馆演唱会，丰寿人生70年演唱会。10年后，80岁的胡枫再次登上红馆，举行丰休80巨星演唱会2012。此后在86岁、89岁时，他都在红馆开唱。从大银幕再到小荧幕，从昔日的当红小生到后来演慈父、师傅或善良前辈为主的配角，历经高低起伏的胡枫本身就是一册精彩纷呈的光影史记。然而，无论演艺事业是如何的变幻，生活上的胡枫却一直过得潇潇洒洒。胡枫曾评价自己说：“我的人生实在是十分幸运的，从出世到现在，几十岁的人都没遇过什么太大的烦恼，也从来未试过为生活忧愁。从小生演到中生到老生，胡枫一直都没有受到过太大冷落，实在非常难得。”胡枫热爱跳舞，而且武艺高超，年轻时候就有舞王修之称，因为他跳舞真的很不错。20世纪60年代，香港流行起粤语歌舞片，而作为当红小生，胡枫拍了超过100部。其中，他与萧芳芳、陈宝珠和薛家燕等人一起演出的《彩色青春》票房超过110万港元，而当时一张电影票最便宜 0.7 港元，最贵也才 1.7 港元。胡枫到底有多会跳舞？陈宝珠多年后回忆，拍《彩色青春》的时候，他在家苦练2天才敢正式进组拍摄，而胡枫对这部片的记忆却只是穿皮鞋跳舞，有点吃力。忙起来的时候，胡枫一天要拍4、5组戏，但记舞步这件事对他而言简直是小菜一碟。他生性乐观、洒脱，为人正直、亲切，好交友，喜欢热闹，所以他在娱乐圈的人缘一直都很好。除了拥有谢贤、曾江、罗兰等一大批同辈好友之外，包括黎明、张学友、林忆莲等在内的众多后辈都是他干儿子干女儿。在感情上，相比谢贤的多情，胡枫以专情闻名香港娱乐圈。为入行前，胡枫就认识了他的妻子吕永和，碍于当时公司的政策，两人隐婚多年，这让胡枫一直感觉愧对妻子。两人婚后一直很幸福，争吵摩擦也是相当少，是圈中的模范夫妻，恩爱59年，有6个亲孙子孙女。不过胡枫妻子的身体一直不太好，一度住院休养。2016年12月，胡枫太太于晋会医院离世。与妻子结婚多年，胡枫和妻子一直都是模范夫妻。胡枫说：“我脾气又好，他的脾气又好，我们几十年来从来没有吵过一次架。”胡枫一共有5个子女，而且还有众多孙孙塞塞。尽管他的子孙长大成人后都各奔东西，但是整个大家庭一直都相亲相爱，和和睦睦。2016年，从恋爱开始陪伴胡枫60多年的太太吕永和病逝。他的太太在临别之前也表示自己十分安乐，没有任何未了的心愿。古稀之年的胡枫，自从妻子离世后，渐渐的就跟圈中好友罗兰关系走得越来越近，最终他们2个人成就了美好的姻缘。了解的人可能都知道，罗兰女士一直以来都是单身一人，年轻的时候遇人不淑，经历过情场的挫折之后，就不再追求爱情，选择专注在演艺事业上。看过罗兰影视剧的人应该很多了。罗兰的本名叫卢燕英，1934年11月13日出生于香港，不仅是位演员，还是一位歌手，参演过很多的影视剧，《神雕侠侣》、阴阳路系列、爆裂刑警、义乌老友记等等都有他的精彩演绎。罗兰的角色不仅仅局限于配角。1998年，凭借一部动作片《爆裂刑警》中的痴呆症的老婆婆，一举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和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的最佳女主角奖。胡枫自然就不必多说了，她在香港演艺圈的知名度可谓是家喻户晓的。据不完全统计，胡枫共演了约360部影视作品，如此惊人的作品数量，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最近在红馆举行了休歌90迎金秋无限风骚演唱会，更是以90岁的高龄创办个人演唱会的世界纪录，而且盛况空前。娱乐圈的众多天王影帝到场祝贺，像影帝张家辉和歌神张学友到场支持，并且登台跟胡枫一起合唱表演。活到老工作到老，
干一行爱一行，或许这是真的热爱吧。要问人生最幸福的是什么呢？胡枫应该就是一个榜样吧。工作一辈子，没有太多的大起大落，有一大群子女，有一大堆真诚的好友，足够了。